穿痛衣出门，很多人会觉得羞耻，但穿痛衣出门能为你带来超强的防御力和强大的结界。你别不信，这是我在红色大爷那儿看到的一条微博，博主说穿二次元衣服能避免绝大多数母婴用品的推销。这个博主的小孩刚出生，那天他在产房外面等的时候，推销的看见他直接就给他跳过了。光是想想这个画面就挺滑稽的。但是你看啊，是不是和之前那个动漫头像能防诈骗的新闻有异曲同工的感觉？咱也不说医院里推销的母婴用品就一定是杂牌，大牌也是会有地推的，对吧？但还是自己去买，感觉上更靠谱一点。如果你被盯上了，推销人员那能是省油的灯吗？哪个不是嘴皮子熟练度 max 的？很有可能上来就是一套精准话术，意志不坚定的人很有可能就被忽悠了。但痛医能直接帮你免除这个麻烦。推销的人看见只会有两种想法，一种是谁家小孩来陪产，觉得找这个人也没有用，都不能拍板买不买；另一种就和之前那个头像防诈骗一样，觉得二次元不好糊弄，交流起来也浪费时间，而且线下推销不是诈骗，人家真靠卖东西赚钱的，又不像电诈那样一次能聊好多人。对一个交流起来很麻烦的人推销，就算成功了也不划算，浪费了太多时间，不如多问几个普通人。这种能避免很多不必要麻烦的防御力，难道还不算是最强的吗？原理也很简单，大家都想离二次元远一点。你看，哪怕是碧蓝之海里那个顶尖帅哥模板，穿个痛衣也没人和他坐一块儿。就哪怕在二次元创作的内部也有这种顶尖的刻板印象，那你说在其他路人眼中，看见一个人穿这么一件衣服，不得跟直面了克苏鲁一样掉散啊？这种东西有多恐怖呢？哪怕是一个一丝不挂的雕像，也会有人凑热闹的看。但路上是一个穿着痛衣的人，迎面向他走来的人群看见他胸前美丽的女性角色，第一反应也只会是避开。哪怕是喜欢这个角色的人，也不可能说上来跟你搭个话说啊，我也很喜欢这个角色呢，我看见我也绕开。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穿着痛衣进电梯，是不是就连自己脑补也会觉得大家高低得离我一拳的距离？这种半米之内寸草不生的杀伤力，你就说是不是绝对防御吧？当然了，这个东西的副作用那也是明显的不能再明显了。绝大部分时候，这种东西真的就跟纹身一样，你都纹身了，我还把你当正常人，那你不是白纹了吗？至于痛衣嘛，你置换一下，你都穿痛衣了，我还拿你当正常人，那你不是白穿痛衣出门了吗？是的，大概就一种副作用。除非你能进入那种二次元浓度很高的环境，比如商场地下的二次元商圈，漫展结束时候的地铁，让大家觉得这个情况是很正常的。你也不过是参加了某一场活动，不然当你孤身一人出现在一个全是一般路人的环境里，大家只会觉得这是个二次元，我得离远点。虽然未必会拍照，但很有可能会在自己群里说我在地铁上看见了个人穿着什么什么角色的痛衣啊，对，甚至是认识这个角色的人更容易干出这种事情。那么你有买过痛衣吗？你敢在不是漫展的时间穿出去吗？在评论区发发吧，让我看看你买的痛衣。凯基我以前初中的时候还是敢的，现在真不敢了，越长大越怂了，属于是。最近一次买这种衣服应该是20年左右吧，是一件战斗吧歌姬的衣服，但买回来之后从没穿过，现在应该是穿不下了，战斗吧歌姬也没了。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凯基，我想和你聊聊动画。